车神大赛已经进入了激动人心的时刻。目前和三冠王林一雪争夺冠军的是本届最大的黑马，也是今年的夺冠热门之一——季璇。而林一雪则是已经蝉联了3届冠军，联盟史上唯一的3冠王。究竟是3冠王斩获4冠王，还是季璇终结不败的神话，晋升新一代车神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诞生了！赛车史上最强黑马，让我们恭喜季璇终结神话，晋升新车神。是你动了我的赛车？对，为什么？我把大女人都接生了。嘘，别给我提那个老不死的，明明都是他的女儿，就因为我是收养的，他就不让我参加比赛，凭什么？从今以后，你的一切就都是我的。哼！哎，对了，那个老东西在来现场的路上出了车祸，嘣，当场死亡。哎，你说说，这又是谁干的呢？那个畜生！林一雪，要怪就怪你的父母太愚蠢。哼，车神只是我季璇的起点。少爷，我们快走吧，把他带回去吧，给他一份工作。哥，明天就是达尔拜疆的选拔赛了，我一定会带领咱们俱乐部重返车神联盟，参加达尔拜疆大赛。倩倩小姐可是咱们俱乐部最强的女赛车手，明天的比赛一定可以给咱们俱乐部带来投资商。以小姐的天赋，说不定能超越当年的3冠王呢。可惜当年3冠王林一雪在败给车神之后就隐居，要是他还在，那该有多好。我听说那个3冠王是接受不了失败的打击，这才选择隐居，他连车都卖了。哎，可惜咱们少爷对那位素未谋面的3冠王那是一往情深呐！臭小子找打是不是？哎，少爷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自从那个新任车神季璇上位之后，那是碾压豪强。为了彰显他的盛名，车神大赛也改名为达尔拜疆大赛。我们宏盛当年也是一家豪强俱乐部，可自从车神季璇签约崇光之后，实力突飞猛进，力压各大赛事。宏盛已经很多年没有在比赛中拿到好成绩了，甚至被踢出了豪强战队，沦落到参加选拔赛的地步。很多投资商纷纷撤资，我们的资金链即将面临崩溃。若是今年的比赛再拿不到成绩，引来投资商，恐怕宏盛就要破产了。不错，哎，倩倩，明天的比赛事关宏盛的生死啊！你一定要带领宏盛重回车神联盟，重返达尔拜疆大赛。放心吧，爸，这个是我新换的发动机，可是海外最顶级的。明天的比赛就交给我吧。哎，爸，
我先不说了，我跑2圈试试新的发动机。倩倩出马肯定没问题。何总，你听这声音。等一下，你的发动机有问题，最好再检查检查。林雪，你在瞎说啥？好好修你车去，啥也不懂。就是，你就是一个破修车工，你懂什么赛车？别搁这瞎说。哥，你从哪儿招的绣花枕头啊？拆了得了。对呀，林雪，你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的修车工，对专用赛车不了解很正常。听声辨车，莫非这个年轻人懂赛车？土鳖，这可是我花了100万买的发动机，怎么可能会有问题？你真当自己是车神还是3冠王啊？哇，倩倩小姐的车技是越来越精湛了，这次选拔赛一定可以带领我们重新杀回联盟。就是，可不像有些人在这危言耸听，非说倩倩小姐的车有问题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居心。好了，这件事不要再提了。林雪，她也是为了倩倩的安全着想。以倩倩目前的实力，明天的比赛很有希望夺冠呢。你们最好现在就让他停下来。哎，林雪，我说你没完了是吧？倩倩小姐的车明明没有问题，你非说她有问题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，小姐那发动机采用的可是海外最新的技术，光是预定我们就排了2个月，也是我们俱乐部最顶级的赛车。你有问题，那车都不会有问题。别说是车了，再晚一点，连人都保不住。差不多得了你，我看你就是见不得我们俱乐部好。林雪，你可别忘了，要不是当年少爷看你可怜，让你留在俱乐部修车，你早就饿死在街头了。忘恩负义的东西，要不是看在少爷的面上，你早被开除了。传闻有人光靠听引擎的声音就能判断一辆赛车的车况，但那无疑都是闻名的顶级车手。难道这个年轻人另有身份？林雪的担心也不无道理。倩倩肩负着俱乐部的未来，还是让他停下来吧。哎，何总，你真信一个修车工的话呀？是啊，何总，他就是一个破修车工，根本不懂赛车。他在这里瞎说，肯定是想引起您的注意呀。爸，倩倩现在是关键时刻，贸然让她停下，恐怕会有所影响。哎呀，何总，您就放心吧，倩倩小姐的车是我们日夜保养，丝毫不敢懈怠，绝对不会有问题。何总，你不相信我们，难道相信一个修车工的话？就算这车真有问题，我俩怎么可能会不知道？对啊，这好吧。啊！坏了，担架，担架！救我！担架，快点！完了，明天就是选拔赛了，倩倩和这辆车是我们唯一的希望。现在车没了，倩倩也受伤了，我们何家完了！怎么会这样？真让那个修车工说中了，这怎么可能？哎呦！老何，怎么还翻车了？翻得好啊！怎么样，死了没？丁力，是你对倩倩的车动了手脚。哎，老何，你火气不要这么大，咱们是老相识了，你这么说太伤我心了。啊，这人是谁？丁力，崇光俱乐部的老板，为了收购我们俱乐部，一直在赛场上打压我们，把我们俱乐部逼上了绝路。看你们这样，也参加不了明天的选拔赛。哎，不如这样，看在咱们是老相识的份上，我吃个亏，我现在就把你们红盛收购了吧。你休想！红盛是我爸一生打拼下来的心血，绝不会轻易落入你的手里。丁总，瞧你说的，他们呀，明天还要参加选拔赛，重新回到车神联盟参加达尔拜交大赛呢。人家闺女车都翻了，
还参加达尔拜疆大赛？哎，不过你这个选拔赛，恐怕连线都出不了吧？可惜了，曾经的豪强车队竟然沦落到要参加选拔赛才能存活。都怪林雪，早知道倩倩小姐的车有问题，为什么不及时制止啊？早知道少爷当年就不该收留他，把他饿死在街头算了。你的发动机有问题，最好再检查检查。谁说我们没有车手了？明天的比赛我们一定会参加。爸，我们不是只有倩倩一个女车手吗？现在她受伤了，你准备让谁去参赛？就是他。何总他修车工。何勇，我看你老糊涂了，你派一个修车工去参加选拔赛。明天的比赛，我们不仅会参加，还会带领宏胜重返车神联盟。好，修车工是吧？明天的比赛可请你们一定要参加。丁总能不能发奖金，可全指望你们了。我不同意。爸，林雪只是一个低阶的修车工，她有什么资格代替我参加比赛？是啊，何总，您可千万不能糊涂啊！那林雪她就是个修车工，这辈子恐怕连赛车都没摸过呀。倩倩，你先冷静一点，爸也是为了宏胜着想。现在你受伤了，根本没法参加比赛。让一个修车工来代替我，我宁愿带伤参加。何勇，我劝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最好老老实实给我把收购合同签了吧。何总，不能签，不能签！你们最好想清楚，否则明天的比赛，丁总让你们连出线的机会都没有。以宏胜目前的状况，明天的选拔赛你们肯定出不了线，出不了线就坐等着破产。休想！只要我们还在，宏胜就绝不会落入你这种卑鄙小人手里。想让我放过宏胜也不是不可以，只要你跪下来给我磕3个响头，再从我胯下钻过去，我就放过你们一马。滚！何浩明，你竟然敢打丁总！有个性，我就爱看妄自尊大的臭小子被现实蹂躏。我等着你下跪求饶的那天。欺人太甚！爸，你真打算让李雪参加吗？达尔拜疆大赛是我们唯一的希望，但我们现在却连一个参赛的车手都没有。难道我们要眼睁睁看着宏胜破产吗？这可怎么办？我只是一个修车工，你们俱乐部的事情我没兴趣。你跟我来。虽然我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，但我知道你一定懂赛车。希望你能够代替倩倩参加明天的选拔赛。你找错人了，我只是个修车工。不，在场那么多人，只有你一个人听出那辆车有问题。你绝不是普通的修车工。我实在是没有办法。求求你，救救俱乐部吧！当年宏胜也是一支豪强俱乐部，可自从车神季璇加入崇光之后，就开始打压其他俱乐部。不少俱乐部因为不服从他们，结果不是破产就是被收购。这个俱乐部是我一生的心血，我不能眼睁睁看他破产呐！你是我唯一的希望了，求求你，救救俱乐部吧！需要我怎么做？明天的选拔赛分为7大赛区，只有每个赛区的第1名才有资格参加达尔拜疆大赛。宏胜想要度过这一难关，就必须拿到达尔拜疆大赛的前5名，这样才能拿到投资，度过难关。当年因为爸的死，我逃避了3年。季雪，你为了一己私利陷害，还害死爸，我一定会亲手
让你坠下神坛。求求你，救救俱乐部！我可以答应你，但不保证名次。谢谢。我宣布，由林雪代表倩倩参加明天的选拔赛。凭什么爸？你让一个修车工来代替我，这传出去我的面子往哪儿搁？我坚决不同意。我意已决，不要再说了。可是吧，就算林雪参加比赛，可参赛用的赛车已经损坏了，我们一时之间也找不到第二辆赛车。虽然车神无需参加选拔赛，但是崇光旗下俱乐部众多，明天的选拔赛，崇光肯定会百般刁难我们。没有一辆好的赛车，他绝对不会让我们出现。不用麻烦了，是他了。林雪，你抽什么风？这可是86，垃圾中的垃圾！你打算用这辆车参赛，这不存心想让我们输吗？要不你再换一辆？这辆车并非专业赛车，虽然被我们经过改装，但也只是实验品，和专业赛车差距可太大了。没事儿，选拔赛而已，够用的。哇，这场地！今天的比赛关乎到鸿胜的生死，务必要引起投资商的注意。大家都打起精神来啊！好，你们谁看到林雪了？这么重要的比赛还能迟到？他不会是跑了吧？什么？何总那么信任他，竟然跑了？我就知道，林雪不过就是一个低贱的修车工，怎么可能会赛车？肯定是怕事情败露，吓得不敢来了吧？我就说吧，不能让他参加比赛，他就是一个修车工，根本就不值得信任。比赛还没开始，再等等吧。爸，还在等什么呢？趁着比赛还没有开始，咱们赶紧换人上场比赛啊！可是林雪临阵脱逃，除了倩倩小姐，我们鸿胜哪还有女车手？难道我们鸿胜就要破产吗？何勇啊，这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修车工还没来呀？该不会是吓跑了吧？哦，对，也是，毕竟是一个修车工而已，没见过场面，就算是来参加比赛，那也是自取其辱啊！林雪不像是那种人，或许只是路上耽误了。哥，你别替他解释了，那个废物自己临阵脱逃也就算了，还让我们这么丢人。亏何总还那么信任他，让他来参加这么重要的比赛。可他倒好，当起缩头乌龟来了，不完全辜负了何总的信任吗？是，傻小子，要不你还是跪下来给我磕头，兴许我一高兴就放你们一条生路了呢。休想！就算是死，也绝不会屈服于你这种卑鄙小人。林雪一定会来的。别做梦了，那个修车工是不会来的。林雪来了，我们还有希望。来了，何总，来了。来了又有什么用？你看他开那辆破车，还指望他在赛场上有什么表现吗？老何，你们穷到这个地步了，连86这样的破烂都开出来了。丁总，你也真是的，他们派了一个修车工，专门开了辆破车来取悦你，你还去嘲笑他们。早就让他换车了，他就是不换。看他那辆破车，把我们的脸都丢尽了，怎么跟人家顶级赛车比啊？不，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。虽然林雪的赛车比不上专业的赛车，但只要能够抓住机会，还是可以弯道超车的。哥，你真当他是三冠王啊？你看他开那辆破车，一开始就被别人甩到800里开外，还弯道超车，他不翻车就谢天谢地了。哎呦，少爷，要我说呀，您就是太惯着他了。你看你啊，对他那是恩重如山，可他呢，就这么败坏咱们俱乐部。何勇啊，你们要实在没有赛车，可以找我借，只要你你儿子给我磕3个响头。比赛并没有规定禁止86参赛，今天的比赛谁胜谁负还不一定呢。你不会真以为一个破车能赢我吧？
为了彻底粉碎你们的希望，我特意请来了车神的弟子陈杰出战。什么？你竟然请来了陈杰？陈杰，那不是车神弟子吗？他竟然也来参加选拔赛了。以陈杰的实力，根本就不需要参加选拔赛。你是在故意刁难我们？没错，我就是要看到你们绝望的样子。陈杰可是车神亲传，出道以来赢下大小赛事无数，未逢敌手，能赢他的恐怕只有那位三冠王了。三冠王也不过是我师父的手下败将，就算他出现在这儿，也不会是我的对手。有陈杰在，你们1分钱的投资都拉不到。这回我就要看看谁能救你们！你这是要对我们赶尽杀绝啊！优胜劣汰，强者生存罢了。哎呀，谁让我们崇光有车神坐镇？我看你们拿什么跟我斗！陈杰啊，你只管大干一场，千万不要留情。有时候这个赛场上出点意外是很正常的。放心吧，一个低贱的修车工还不配跟我在同一个赛场。哎呀，完了吧，这不是？想不到丁力竟然请来了车神弟子，我们输定了。爸，对方是车神弟子，林雪他有胜算吗？陈杰出道以来未尝一败，林雪恐怕是没有希望了。只希望他的表现能引起那些冠名商的注意。各位观众，激动人心的选拔赛即将开始，胜者将获得参加达尔拜江大赛的资格。究竟谁能从无数的参赛者脱颖而出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陈杰选手不愧是车神亲传呐，比赛刚开始就从众多赛车当中杀出，暂居第一。反观林雪选手，赛车似乎出现了问题啊！这种重要的比赛竟然开出了86，他真的是来比赛的吗？哎呀，何勇啊，你还真是个人才！你让修车工开这么个破车就参加比赛，不会比赛还没结束，这车先散架了吧？早让他换一辆车，他非不听。比赛才刚开始就落后这么多，这不输定了吗？明明就是一个修车工，非要瞎逞能，这下不仅要输掉比赛，还要让我们这么被羞辱。难道我真的看错人了？你们快看啊！林雪的车怎么停了？什么？林雪选手竟然开始修车了？果然86难以适应这种高强度的比赛，看来今天的冠军非陈杰选手莫属了。这是熄火了。何勇啊，我说你们是来搞笑的吗？这种货色，你们怎么好意思让他来参加比赛呀？这废物不会是想要自己修车吧？他把赛场当成什么了？目前陈杰选手遥遥领先，和其他赛车的差距越来越大，而林雪选手竟然还在修车。难道林雪选手是为了增加比赛的趣味性而故意扮演小丑？到底在干什么？他不知道现在正在比赛吗？果然啊，这修车工到哪儿都不忘修车。你们宏盛啊，也只剩下这种车手喽。林雪选手重新回到了车上，似乎已经修完车了。不过按照目前的进度，林雪选手已经整整落后了2分钟。2分钟在任何比赛都是相当致命的。看来比赛已经没有任何的悬念了。2分钟，就他这表现，别说引来投资商了，恐怕我们整个俱乐部都要沦为行业的笑柄。已经落后2分钟，看来得加快速度。 2分钟足以决定胜负，别说一个修车工了，就是3冠王来了也追不上。现在比赛已经进入到了关键阶段，陈杰选手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圈，此刻他的身后已经彻底没有其他的赛车了。 2分钟，还有机会。我去，什么东西这么快？他是谁啊？什么时候追上的？陈杰的速度虽然很快，但是到每过一个弯道都会减速。
只要掌握好每个弯道的速度，足以追上落后的2分钟。哇，又是一个漂亮的漂移出弯。可以看到陈杰选手稳操胜券，距离终点只剩下最后2个弯道，只要过了最后2个弯道，陈杰选手就可以终结比赛。陈杰的速度好快啊，马上就要到终点了。混蛋！要不是那个废物非要开这辆破车，也不至于输得这么难看。陈杰已经进入最后一圈了，何勇啊，我看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准备好收购合同吧。还剩30秒，还差最后一个弯道。哎呦，完了！陈杰马上就要到终点了，我们没希望了。一场无聊的比赛，不过如此。就是现在！什么？什么时候？什么？林雪选手追上来了，他竟然追平了落后的2分钟。快看，是林雪，她不是落后了2分钟吗？什么时候追上来的？我去，86硬刚顶级赛车，这怎么可能？他是怎么追上2分钟的？这怎么可能？他明明只是一个修车工，怎么追上2分钟的差距的？整整2分钟啊！这在赛场上可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啊！他究竟是怎么追上来的？原来这林雪这么厉害，奇迹呀！这简直就是奇迹！林雪选手竟然真的追平2分钟的差距，难道他是要和陈杰选手逐鹿冠军吗？林雪现在的速度和陈杰不相上下，爸，我们说不定真的有机会赢啊！你们高兴的也未免太早了吧？你们不会以为他真的赢得了陈杰？一个修车工加上一辆破车，能赢得过陈杰和我100万级的豪车吗？他说的没错，赛车的差距不是技术可以弥补的。在赛车的差距下，林雪很快就会被甩开，绝对没有丝毫胜算。真是精彩的一场比赛呀！ 2位选手距离终点都只剩下最后1个弯道，看来最后的冠军将是会在这最后1个弯道出现。我可是车神弟子，区区一个修车工也配和我争夺冠军？虽然追平了2分钟，但剩下的距离已经不足以完成超越。哎呀，完了！林雪要被甩开了，这马上要进入最后一个弯道了。这最后一个弯道将会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性弯道。如果林雪不能在这最后一个弯道超车，那就彻底没希望了。陈杰可是车神亲传，赢过无数场比赛，单凭对这条赛道的理解，没有人能超越陈杰。看来只能使出那一招了。这最后一个弯道考验的不仅是车技，更是考验车手的胆量。一旦刹车早了，立马就会超车；可但凡晚了丝毫，就会毫不意外的冲出赛道啊！5米，3米，还不够，只有在最极限的距离过我，才有机会超车。1米，到极限了！哼，一个修车工也敢跟我争冠军，你就等着翻车吧！漂亮，不愧是车神弟子。陈杰选手竟然能够在极限距离下踩下刹车进行漂移，能够做到这一步的人可谓是屈指可数啊！一个废物修车工还想靠最后1个弯道超车，这简直是白日做梦！不对，这都到极限距离了，林一雪怎么还不踩刹车？他不要命了吗？什么？林雪选手竟然还在踩油门？差1点，还差1点。林雪选手难道不知道他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刹车距离吗？这么快的速度，难道他就不怕车毁人亡吗？陈杰都已经在极限距离入弯了，他不踩刹车，反踩油门，难道他能做得比陈杰还极限？真以为自己是谁？林雪，快踩刹车！这修车工果然就是修车工，连极限距离都把握不好。老何啊，这个速度，他只要敢踩下刹车，车辆必翻！闭嘴吧你！看来冠军已经毫无悬念了，只要陈杰选手出了这个弯，迎接他的将是胜利的高歌。就是现在！什么？林雪竟然在如此极限的状态下完成了超车！这怎么可能？
在这么极限的距离，他是怎么完成过弯的？虎哥，这速度竟然比陈杰还快！不，陈杰刹车虽然踩得很极限，但还不是最极限。林雪这是抓住了这一点，完成了反超。这不可能！陈杰怎么可能会输给一个修车工？这不可能！是啊，赢了！赢了！林雪竟然赢了！那个修车工竟然真的赢了！这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！陈杰可是车神弟子，怎么可能会输？太好了，林雪真的赢了！这么大的差距，竟然还能一举夺冠！这样一来，俱乐部就可以重新杀回达尔白江大赛。没错，可恶！明明就差这么一点儿，就这么一点儿，我就能收购鸿胜。就别做你的春秋大梦了。我们赢得选拔赛的冠军，就代表着鸿胜即将重回车神联盟，参加达尔白江大赛。是又怎么样？哼，就算你们今天侥幸赢了比赛，你们觉得车神会让你们参加达尔拜江大赛吗？你们卑鄙！借助车神铲除异己，毫无体育精神，你们这是在玷污神圣的达尔白江大赛！就是，当年三冠王在的时候，都是大力支持所有俱乐部参加达尔拜江大赛。可你们呢，仗着权势打压那么多俱乐部，导致多少俱乐部破产解散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？强者为尊，车神注定是赛车史上的巅峰之物，你们有什么资格与车神比肩？我们参加达尔拜江大赛是堂堂正正的通过选拔，就算是车神，也不能改变车神联盟定下的规矩。儿子，你不懂，这新任车神权势滔天，他掌握了整个华国所有的赛车比赛，甚至就连车神联盟不少股东也是支持他的。车神要是联合这些股东，说不定真的能强行取消我们的参赛资格。得罪了我，就是得罪了车神。他只要一句话，你们就等着破产吧！爸，车神权势滔天，不是我们何家能够对抗的，我们应该及时止损。就是啊，那都怪林雪，要不是她，我们也不会得罪车神。这怎么能怪林雪？她都是为了我们鸿胜才参加比赛的。哥，此一时非彼一时，只要车神一句话，所有和我们何氏合作的合作商都会和我们取消合作。不如趁现在车神还没有怪罪，我们把那个修车工给开了，彻底划清界限，